我是王建国，我是杨丽，我是周奇墨。欢迎各位来到京都念慈庵喜剧之王单口季。谢谢各位的热情啊！上一场他们在就好了，哎，是因为我们4个呢本来是这个喜剧老友，结果第一轮啊就让那些最强的新人直接打我们4个全输了。我们4个现在已经不想录这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了，我们想录自己的节目《喜剧之王老友记》。就外面还传我们4个是导师呢，我多希望这是真的呀！你想选手们总不能打导师吧？这脱口秀已经都不讲辈分了，他总不能还不讲礼貌吧？来之前呢，节目组说不淘汰我们啊，果然不淘汰，但是真丢人呐！我录完之后都想去派出所报案啊！警察同志，我丢人了，我丢大人了。能不能帮我发一个寻人启事呀？周奇墨，男，方脸，丢的时候手里拿个麦克。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个输了是有原因的，比如说现在观众们变了，你们都不认识我们了，认识还不投票，你们可真行啊！你们真是咱们这么多年了啊，你们太没有良心了，你们就是喜新厌旧，你们就是始乱终弃，你们就是正常的男人。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有不变的，对不对？有不变的，就是念慈庵，真正不变的就是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喉护喉，老友的老友念慈庵，祝福脱口秀老友念慈庵。我们说回那个比赛输了的事儿，好不好？比赛。是，这我不是输给阎鹤祥老师了吗？对，阎老师啊很厉害，吐槽大会的时候就赢过我1次，每次来就可着我一个人 PK， 真的，你要是喜欢我的话，你就直接说，没有必要老引起我的注意，我已经注意到你了。什么人嘛，对吧？难怪他们单位都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真的，我现在都理解郭老师了。要是我有个儿子，我也不让他跟他搭档。我不跟他搭档，你什么事儿？齐墨怎么回事来着？哎呦，别提了啊！我们那组啊，刘洋跟付航2个人都把我给赢了。来之前啊，别人还管我叫脱口秀天花板，来了之后我发现脱口秀已经上2楼了。我觉得我现在得改了啊，我得改正归邪啊！我想跟建国组漫才，跟杨丽炒 CP 啊。严老师怎么办？反正啥跟脱口秀不沾边我干啥啊！因为脱口秀这盘棋我已经下不下去了啊！大家以后也别叫我周奇墨，就叫我周末啊，因为我已经没棋了。哎呀，周末啊，周末挺好，至少大家都挺喜欢周末。事发的当天呢，我是第一个上场的。输给小罗的时候，我很沮丧，我说，不会是我退步了吧？看到齐墨一输就是俩，我马上就踏实了。都在退步，好，就是都没退步。建国输的时候，我已经在嗑瓜子了啊。最后杨丽输的时候，我甚至已经开心起来了，是吧？我看到有这些新朋友在，我非常放心。我觉得脱口秀一定有光明的未来，而我永远是第一个大王。而我永远也拿不到大王。也没有必要骄傲。这轮的比赛呢，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啊。上一个赛段有20名演员直接晋级，此外呢，还有12组演员组成了小强班啊，他们将在这一赛段向那20名演员发起挑战。所有挑战失败的演员里，排名靠后的8组将遗憾止步。总之，这一轮比赛啊，没有人真正安全，除了我们4个啊。是我们4个呢，这次就歇一轮是吧？也不能老输对吧？休息一下再输对吧？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大家在一起，我们会在场边跟大家一起解说这个比赛，也多向大家
推荐介绍我们这些就优秀的演员啊。对，请大家拭目以待吧。好，那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最后，咱们4个要不要给所有的朋友再送上一句祝福呢？不要。好的，那就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毛东。不是说脱口秀行业快不行了吗？这一个小强班虎视眈眈在这儿兵强马壮，又来上海录节目，朋友们多少有点不习惯，因为现在上海物价我觉得有点太高了，真的。就是之前他们老跟我说上海有什么沪币汇率1比3，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这次一来，我觉得汇率是不是会浮动啊？你们？啊，涨太快了，我啥都贵。我发现那个面包怎么那么贵？面包不应该是粮食吗？你们上海是不是立法把这个15块钱以下的面包给取缔了？我前2天进了一个面包房，那个面包房里我转了一圈，最贵的面包128块钱，128一个手撕面包。谁的手撕的？哎，谁的手能有这么值钱、这么金贵？朗朗，只能是朗朗给我撕的。朗朗，他那个价签上还特别恬不知耻的写说：“哦，配料表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你卖我128，不是在我的认知里啊，就是如果一个面包你要卖我很贵，你要卖我128。你料得给足，你要不然有点什么高端的技术，要不然有点昂贵的食材。128，你卖我一个什么燕窝马卡龙，佛跳墙慕斯，这差不多。你说佛跳墙慕斯128，我说好，给我拿半个，这是可以的。哎，我不理解，啥都没有，你卖我128。哎，在我的记忆里啊，在我长大的时候，我的童年，我走进河南郑州一个最高级的面包房，里面最贵的面包，15块钱。而且里头什么都有，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什么豆沙、葡萄干、肉松、比特币、马尔代夫双人游机票啊，还有个朗朗。这是一个好面包应该有的素质，朋友们。面包很贵，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我来上海，他们老跟我说健康餐啊，说健康餐，什么叫白人饭？我一看不就是沙拉吗？一份85块钱，他们还管这个叫吃草。哎，85块钱这么贵的草谁在吃啊？高级牛马。崩溃了。哎，咖啡也是，我真受不了了。我知道咖啡在上海被吐槽很多了，但我是真事儿很意外。前几天我跟朋友约在一个徐汇区梧桐区啊，梧桐区的咖啡厅，我先到了，我说那我点吗？我跟那个店员说，我说那个菜单给我看一下，他说 menu 嘛，我说 menu， 就是菜单的意思。我拿了那个菜单哦，一整本里面各种各样的咖啡，但他只把一款印在了封面上，那款咖啡叫什么手冲龟下咖啡，标价298元。该问什么咱们也都知道了，谁的手冲呢？啊，朗朗你还兼职啊？你这人生真是旷野呀，谁也管不住你。我最夸张的时候问他，我说能加冰吗？他说加冰还要加30块钱。我说为什么冰啊这么贵啊？你是加的很快吗？冰柜神速。对不起，我还上网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龟下咖啡这么贵？他们跟我说这个咖啡豆特别好，有什么花香、果香，还有一股难得的茶香。我想要茶香，我花298，我去便利店买74.667瓶绿茶不好吗？网上还说这个龟下咖啡豆贵，原因是它产量不高，它原产于非洲大陆的什么埃塞俄比亚。
我查了一下，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7500人民币，我花298，我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咖啡厅，我买一杯咖啡，帮我最多提神4个小时，我花298。我在埃塞俄比亚，我可以雇一个青壮年非洲小伙，以每10分钟的频率扇我巴掌，给我提神14天半。这个小伙身体健康，本科学历，会做手撕面包，英文名叫 Menu。我甚至可以只雇他14天，朋友们，最后半天我俩可以一块儿录一个那种非洲友人祝你生日快乐的视频，啊，我还能赚钱。开玩笑，开个玩笑啊！在这个段子的创作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非洲友人受到伤害的啊。到最后，那我这298的咖啡，我肯定也是不舍得买啊，但我又不好意思不消费，我就只能跟那个店员说，我说那啥，我说30块钱给我拿杯冰吧。就到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毛毛，谢谢。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抽到3封挑战性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啊，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所以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哎，因为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但是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你们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的时候能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哎，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哎，别人问他说：“哎，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2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哦，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哎，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的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
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天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灵珠啊？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因为突然就死了。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这，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他问我说：“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别生气，别生气，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谢谢大家，我是小罗，谢谢。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我特别喜欢下了班来讲脱口秀，喜欢这种在聚光灯下舞台上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然后今天也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特别激动啊！前2天某团跟某浪模都找到我，跟我说南瓜，你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我们品牌的衣服上呀？我真的很纠结，因为2家我都上过班啊。然后当时就问导演，我说导演，我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蓝色的衣服，再戴个黄色头盔啊？那个到时候就说我是美了骑手。谢谢。我是陕西人，我之前在西安那边送外卖，后来来上海了。因为我当时听说上海是全国外卖订单最多的城市啊，到了之后发现骑手也是最多的，骑手比订单还要多。但我感觉我挺适合在上海送外卖，因为这边气候比较湿润潮湿啊，我是干皮啊。我确实在这边皮肤好了很多，年轻了好多啊！我今年26岁了。现在要开始抗初了。每个城市点的东西不太一样，在西安的时候大家点的都是肉夹馍、泡馍、米皮、小吃，对吧？到上海点的最多什么？咖啡啊！上海人太喝咖啡了，很多人早上点个咖啡当饭吃，不太理解。后来送一段时间，发现上海人确实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也大。后来我在上海送外卖前，我也得喝杯咖啡。但确实刚到上海，就有的小区就特别难找，你找不到就要问。我有一次就问到一个阿姨，我说你好，阿姨，那个35栋楼在哪里啊？她说啊，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我们上海人不少栋，我们说弄的哟。然后她就走了。当时把我愣在原地，我都懵了。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弄了，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弄。
上海有黄浦江，把浦东浦西隔开了。我们经常要接到那种过江的订单啊，电动车过江的话很麻烦，要坐船啊。电动车在船上，风浪一吹就特别的晃，妈送个炸酱面过去都办好了。顾客过去也懵了，怎么办这么好？是不是偷吃我外卖了？吃不起啊，上海外卖太贵了，物价也挺高。我平时都自己做饭，很少去餐厅的。但我知道上海有家餐厅对我们骑手特别的好，给我们打88折，又好吃。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它有多远？都吃完回家又饿了。但确实在上海挺放松的，不像在西安当时那么紧张，每次出门都要戴好头盔、口罩，保护好自己，预防一下，预防那些老同学点外卖点到我。真的非常尴尬。有一次送到一个高档小区，收货人巧不巧是我初中的一个女生同学，我那时候暗恋过人家。哇，他一眼就看出，哎，你是那个赵栋吗？不是，你认错人了。他说你就是这骑手赵栋在这写着呢。我当时满脑子好尴尬，我说赵栋，我就想找个洞钻一下。我说哦，刚才没看出来，好久不见。他说哦，好久不见。那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我说啊，我cosplay 啊。我当时百感交集，回去之后过了几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上海了。我在上海待了3年了，无忧无虑，没有人认识我，对吧？但时间长了也挺想家的，但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父母脸上也没有光，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对吧？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自己。我工作很多个工作，然后后来又遇到脱口秀，我很开心，对吧？我讲到观众笑之后，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儿子现在可厉害，你儿子在上海做演出表演呢。他就很惊讶说你这样子能演出个啥呀？我说我们这还挺简单的，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就行了啊。我妈都笑了，说你这人没文化没学历还表演，是不是在外面做 rapper 呢？你这话说的，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讲脱口秀，下了班来讲过很多场了。我甚至在上海送外卖都被顾客认出来过，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一次送到一个酒店，我说你好，这个外卖给你放在1楼架子上，麻烦您下来取一下吧。他说哎，你这个口音，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南瓜呀？特别喜欢你。我说啊，对呀，是我呀。他说那你送上来吧。记得挂门上。但真的我在上海很开心，我讲脱口秀之后，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朋友，他们真的特别好，愿意带我去玩、吃饭，带我去见世面，对吧？social，对吧？我甚至有一次被他们带着去夜店蹦迪啊。我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在里面玩得真的很开心，我在一边格格不入的样子，我就想赶紧走。但我又突然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在里面活力四射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我也是年轻人呀，我也20多岁，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呀。我当时想到这儿，我就勇敢地跳了下去。我跳了下去，我就跟着他们在里面，我这蹦迪跟送外卖也没什么区别，这还不是在骑电动车吗？是不是？外卖到了，外卖到了，给你挂门上了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大家好，我是富妈啊，我是那个趁着还有体力。我上这个节目啊，我太焦虑了，身体跟不上野心。你知道我几年前录节目到早上7点，我想说姐熬也要熬成 BB King。上次录到凌晨3点，我想说退赛吧，这个破节目是吧？最后我整个人累垮了，然后我瘫在角龙后面，我横着躺平了。然后导演跑上来提醒我说：“姐，这么累就别抢镜头了。”本来更年期还有3、4年啊，录完这个节目，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更年期特征了，心烦易怒、情绪化、失眠、怕冷、脾气差，想吓唬我。我想说笑死，我7岁不就这样吗？要这么说，我童年就进入更年期了，30几年持续在更，从未断更啊。可怕的不是更年期，是我儿子啊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呢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变化啊。这2天又在跟我聊穿衣自由啊，因为他从小我就要求他上半身必须穿衣服啊，当然下半身也得穿啊。然后我受不了男的光膀子，我过敏。在我还有老公的时候，家里经常一群男的看球啊，进球了，球星在里边脱，他们在外面脱，说哇燃，还问我不燃吗？我说燃啊，但我能脱吗？一群男的也不经过我同意，在我面前脱衣服，留我独自穿着，我感受到了一种排挤。我说能不能得体一点？孩子还在呢，把衣服都穿上啊！他们正在穿，又进球了。我费劲穿好的衣服又被 C 罗脱光了。
我就好奇啊，2只眼睛看球不够看，肚脐眼必须参与。你们是养眼吗？特别是大广场上看球，全是肚脐眼啊！当然不怪他们，我过敏，我肚脐眼不耐受，密集恐惧症。但我儿子嘛，他叛逆期嘛，他就说光膀子是男子汉的标配，哇燃！我要穿衣自由。我说儿子，穿衣自由，首先你得穿衣。我现在都是讲道理了，很 peace 啊，夹着尾巴做妈妈。前几天晚上我发了一个优雅自拍，配了一个比较文艺的文案，我说夜深如海啊。我儿子评论，而你在钓鱼。怎么回，对吧？我不能说妈妈没有在钓鱼，妈妈只是爱大海。没法回，我只能说，哈哈哈，什么意思呀？装傻啊。然后我儿子敲门了，说大半夜发照片，海钓啊。你为什么钓不到鱼？因为没有饵。我说谁说没有饵？副手饵。网上有句话说，永远年轻，永远说话难听，是吧？还好我儿子从小说话就难听。小时候老师问他嘛，就说为什么叫多乐？他说你不知道吗？一般父母缺什么就让小孩叫什么。我说我要减肥。他说你怎么总误会自己瘦下来是个美女呢？啊，我说我老了就不会容貌焦虑。他说对，因为你年轻时焦虑。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找了个老师学唱歌吗？学费很贵。我说值得呀。老师说妈妈唱歌比百灵鸟还好听。他说会不会是你的钱比鸟的钱好挣呢？一转眼孩子就大了啊！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这个年龄焦虑，我一边说怎么可能呢，一边默默打开了中年少女卵巢保养秘籍。现在谈到这个女性年龄焦虑啊，都是说容貌流逝啦、身材管理啊，其实那算什么呀，对吧？即便1万个人说我不好看，我可以说你懂什么了？你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是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你卵巢功能不行了，我说你懂什么？我是世界上卵巢最棒的女人。他会说看来不止卵巢不行了啊，建议看看别的科。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那我对青春期的态度呢是来都来了，我对更年期的态度是欢迎光临。人生有很多期，当我们和每一期不期而遇，希望都能保持好状态、好心态，未来可期。当然最重要的是后期，然后希望辛苦老师把我修得好看一点。谢谢大家，我是少儿。大家好，我叫石岩，我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其实一直也没有什么成绩，就是也没有啥作品，自己挺多时候都不太想讲了，就很想放弃。之所以现在还在讲，就是因为还有观众喜欢，真的会有观众给我留言，他说：“史岩，我喜欢你，你离婚吧，我娶你。”哎，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安慰。我经常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上网上去搜自己的视频，完了我翻开这些评论，我点进他们的头像，我想看看都是什么条件的。点进去之后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啊，用户212011041168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好像都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出来的。我说我要是真离婚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儿。祖冲之也就7位。这个能听懂啊？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想处对象。这个是我结婚10来年之后，在近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在结婚很多年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单了挺长时间了。我有的时候就合计，我说挺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现在这个婚姻的状态呢？就是我守着厨房，他守着厕所，我们谁都不想去卧室。就是这个卧室的闲置率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我中间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
厕所到底有谁在呀？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么喜欢厕所，咱给床给你抠个坐便好不好？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干家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家务，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是家政。那我干家政的话，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我倒不是说他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别那么舒服啊？他有点太舒服了，真的。我说你实在想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舒服去？你怕啥的呢？我又不在卧室。你这去跟租客唠唠嗑呗，真的。那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真的就是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洗衣服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要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哎呀，而且我有的时候吧，就感觉，你做了一桌子饭，他事儿还特别多。前几天跟我说，他说不想吃锅包肉了，他胖。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说想吃那种无油、无盐、无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这个菜是不是叫生啃溜达鸡儿啊？对，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你是不是直接上去咬呗？显你多牲口啊！真的。我做点米饭，他说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这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是我就是瞎说，其实我们东北的经济没有那么脆弱啊，没有那么脆弱。哎呀，这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不会是扎克伯格吧？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弄死你！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能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真的，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种。真的，我倒不是说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现在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你们能想象吗？就是跟你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哎，你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啊！你想给他生猴子，他都不用，直接自己从身上薅一把，一吹，就是100多个。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好养，孩子也吃桃。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生活里边的这些琐碎的事儿，它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穿插在那段数字里的话，其实祖冲之他也发现不了。就像我开头已经穿插完了，但是你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里头是我在展示一些线下脱口秀和线上节目的区别。就是现场的朋友，你们可能还在想，哎呀，他那纪念日是多少来的？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准备往前拉进度条了。
啊，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雪。大家好，我是付航。导演组太坏了，我在后面听啊，付航生育能力强，怎么安排的？所有人都说我是猴，其实挺酷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我坐动车过来，有一个观众认识我，看着我，哎呀！好，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我坐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拿一根香蕉，真的，他就这样剥完了吃。我说不吃，他说你飘了。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我不爱吃香蕉，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也正因此，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rapper 大家喜欢，我看见我姥姥，我说姥姥好。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 他说 damn bro， 我说啊，他说 damn bro damn， 我说等会儿，我说你这样是在干嘛呀？我不理解，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我姥姥就是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我表弟哎。Get i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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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表哥 ，You feel me？ 我 feel 你个屁呀！对呀，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 他先 feel 你。我当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但是他说 You can talk like me。我说 No，If I talk like 你。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我要当 rapper。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是什么？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我没跟任何人说，我就买了一张票，看了一场演出，我挤到最前面，为了合群。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哟，欢迎大家来了我 party， 哎，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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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儿啊，棒棒棒棒棒棒。我说买票了，别打了。他说 peace， 啊，然后他就开始炫富，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他这么开。翻崩了都翻了，我翻过。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为什么？因为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底下观众花不完，花不完，只有我一个人给我点，给我点。凭什么？他开豪车，我看演出，我也是大专呀，我也是大专呀。他在台上他说我开法拉利，我说我也要。他说我穿进口上衣，我说我也要。他说我吃进口水果，我说不要。我再说一遍，我最恨香蕉，不要再给我香蕉。当时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他走的那种文艺范儿 ，real， 就是真实、狠，带点文艺。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要，我死了”。因为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
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dance dance dance，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 又给了我生命。我说又活了，这个是 respect。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先开始骂同行。你知道骂同行，我很乐意听，他不带任何指代啊。他后来骂了，开始骂观众。我就站在那儿，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我说这里有我吗？我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我说有我。我太生气了。我说你也太狠了，你怎么这么狠啊？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一上综艺节目，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哎呀，当时我就发现，风格太难找了，我还是先学动作吧。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上网看有详细的教学。第一个，大家学啊，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而且嘴得是就那个，就这样。别人不看你就搓，别人一看你，快搓。第二个动作是发钱，第3个动作是挡脸。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 因为我做第1个动作，我一搓，我发现我不干净，我搓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而且呢，我一这么搓，我就想这么搓。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2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观众说谁的泥啊？我说不是我。朋友们，这不是我的泥，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王悦。大家好，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3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哈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show time， 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嘛，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瞎系男友。我倒要回他，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但其实直到1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了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1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嗨，大家好，我是何登。今天讲一讲这个疾病啊。我这个眼睛是得了一种罕见病啊，叫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也是我来讲脱口秀最初的初衷，就是想找找我的病友，然后上了一个脱口秀的综艺，效果也很明显啊，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个盲人，没人记得这个病。我觉得那个节目不太行，所以今年换了个节目。今年完了，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再换一个节目啊，去新说唱。我这个形象都不用换的啊。罕见病啊，之前还去参加过一个会，叫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你听这个名字啊，又高端又惨，什么怪病都有，罕见病巅峰对决。各种各样的，有拄着拐进来的，还有轮椅摇进来的。有个大哥最夸张，轮椅都坐不住，还专门有个人扶着。我心想，大哥都这样了，要不然就别来开会了吧，就。那就是我见过最爱开会的人。
我说你要不老这么跑到处开会，会不会都已经好了都？我给你推荐个软件，叫爱奇艺会议。我这个病显得就有点太轻了，你们理解吗？脱口秀还能比个2轮，那个大会海选就淘汰了。别人过来安慰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接。有个大哥说：“你啊，你就是看不见啊，骑马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怎么接呢？有个大姐说：“她可不能骑马，她骑马就会有生命危险。”我说谐音梗就能接，原来。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可以开玩笑，那个地方应该是中国，地域笑话浓度最高的地方。地狱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有个笑话我没憋住，我觉得这个眼睛一辈子都不可能治好了。跟大姐聊了2句，发现老乡，我说加个微信吧，保持联系，过年回家请你吃饭。大姐说你现在就请，到过年不一定还能看到我。我说不好意思，不知道这么严重。大姐说不是，我是怕你那个太严重了，是吧？就在那个地方，我这个病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但在生活中就受到了很多这种格外的重视。去年有一回，在重庆坐飞机，送我去大哥，开错航站楼了。他也不瞎，他就是脑子不太行。那开着车，你跟他聊2句的，就错过一个路口。到那时候发现错了，我说完了，肯定赶不上了。大哥还安慰我：“你放心，我们重庆有小飞侠，可以直接把迟到的乘客一直送到登机口。”我说就20分钟了，还得开过去，一会儿还得安检。小飞这回得来个小叮当才能赶上。掏出任意门一开，哇，直接进机舱了。大哥说：“你都有任意门了，你另头开在上海不就完了？”又错过一个路口。我说：“你要是个哑巴，这会儿我已经到上海了。”到那登机口的时候只剩5分钟了，然后到那柜台值机柜台只剩5分钟了，工作人员很生气，说怎么这会儿才来，现在来肯定赶不上了呀。我刚想解释，大哥说他是个盲人，那工作人员一下就紧张了。你们见过人死机吗？不是那种卡住不动的死机，是中毒了疯狂弹窗那种死机。盲人，你就知道他应该有一条标准的流程，但是他没怎么用过。开始在那抓耳挠腮，想说我这个腮去哪儿了呢？后来想了半天，抄起电话打电话，那个登机口来个人，这里有个盲人，赶紧接过去，咔就挂了。他咔那么一下，我就知道老子成功登机。后来把这个事情讲给朋友听啊，朋友说：“那你这不算是钻空子吗？”我说：“你怎么不钻呢？空子不就在那儿吗？就。”你是没看见吗？再说我也不钻空子，我这不掉空子里了吗？还有一次也是类似这种情况，还是在机场安检排队，人太多了，我挑了半天，挑了个最少的队排过去。有工作人员先生，对不起，这里是老弱病残通道。我心想，那不就是我的通道？我也打正着，我说我是个盲人，他愣住了，我知道他大概死机了。他愣了得一秒多钟，他说：“盲，那你把你那个登机牌给我看一下。”我心想，不是应该看我的残疾证吗？没有怀疑我的视力，怀疑我的消费能力。查登机牌干嘛？坐飞机还能逃票呢，还能排上了。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走老弱病残通道，那天学会一个道理：为什么老弱病残专门要一个通道？因为他们真的太慢了。我以为钻了个空子，结果被空子硬空了20分钟。所以最后呼吁残障的朋友们多出门，不要因为1、2次麻烦就害怕就放弃了，要多出门。你多出门，多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才能少死机。我讲到这，谢谢大家，我谢谢。大家好，我是梁岩。谢谢大家啊！我是一个基层大厅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呀，帮大家办社保、解答政策。
大家可能对我不熟悉，线下有一些朋友认识，啊，平时也会私信我一些建议，劝我辞职。我说这个是领导的意思还是？啊，人说没有，人说我觉得你讲挺好的啊，我觉得如果你辞职啊，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写段子啊。说的我也很惭愧，我说你以为我什么时间写段子？开玩笑，开玩笑，我们这个工作呀还是很忙啊，尤其在咨询台，就有的人他来了半个钟头啊，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嘛。就大家身边也会有这种朋友，就是他说话呀不着重点。那天呢来一大姐，她说：“哎，小伙子，我跟你说啊，我呀，北京人，我们家里边啊3套房，我这个背景啊不能跟你多说。”我说是，我说大姐您要问什么呀？大姐说：“哎，我跟你咨询咨询我们家小孩儿，我们家那孩子，哎呦，特别帅。从小啊，我们就是琴棋书画，小学6年级毕业啊，钢琴9级，保送北京4中。哎，我们在北京4中，我们连续3年3好生。哎，我们现在出国留学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且啊。”全额奖学金，而且啊，门门成绩都是 A， 哎，而且是他们学校篮球队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而且我说大姐，我都弹窗了。我们有一套标准的话术，但是完全想不起来了。是不是想着这靠半个在占我的？我说大姐，你要问什么呀？我说你是来咨询你们家孩子厉害不厉害吗？后来我一问啊，大姐说啊，就是他现在回国，失业了。啊，我问问怎么领失业金啊？给我都问不会了，这么厉害，失业了，是不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废话太多 ？HR 说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谁？我小时候，哎呦，特别帅啊，琴棋书画啊，哎呦呵，哎，回家等通知啊。还有一些人啊，就你很难说他是来咨询还是来炫耀。你看冬天挺冷啊，大哥冬天来啊，穿个貂，加个包，这个奔驰的车钥匙啊就套在手指头上。也不往包里装，这个包啊什么也不装，就是装。他其实本来把车停在停车场，走进办公楼，他那车钥匙呢就在包里装着，但是走到你的柜台，对不起啊，装不下了，必须拿出来，要不然呢就甩在你的柜台上，要不然呢就在你脸前面转，一边转一边问，哎。就是你们这社保最贵的啊！哎，1个月多少钱？我的天！我说咱们现在个人参保啊，最高档1个月呢6000多呢。嘿呦，才6000多啊！6000多，你这样啊，你先给我来10份。我的天！我说大哥理财来了。你看我工作10多年了，我头一次见到对这个这么信赖的人。我说大哥也不看看新闻，不知道延迟退休了，还得解释。我说大哥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保险啊，跟商业保险不一样。我们这个社保呢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号来的，这一个身份证啊只能办1份。你看这事儿很简单是吧？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大家呢也都能听明白。但是你们知道有钱人啊，你就拦不住。大哥继续转。啊？哦，一个身份证还只能办1份。你这样。你先给我来10个身份证。我们工作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人，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在想，我们是应该先满足他的业务需求，还是应该先满足他的内心需求？就我总觉得这种人，你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那个业务啊办不办无所谓，是吧？大哥跟那转，我说哟，大哥别转了，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啊，大奔，我天，快叫领导出来看看，快！
那时候你再问大哥，你说大哥办什么业务啊？大哥说业务，什么业务？你玩你的，你玩。但是这个呀也还好，也还好。就他终归他还有一个业务要问，是吧？还有一些更夸张，就来我们这个业务大厅没有业务。那天早上一开门，进来一对大爷大妈2口子。大爷路过咨询台，指着我，哎，天热多喝水啊！吓我一跳，我都没有来得及感谢大爷，大爷自己就去多喝水了，喝的我们的水。我们那个饮水机，11升那种大桶，大爷从书包里掏出小水壶就开始接水。就大爷这水壶怎么形容啊？他要是接2壶，我这1桶不够。大妈就留在咨询台牵制我。大家都去过我们这种政务大厅啊，我们那个咨询台上会放着很多的宣传折页、办事指南。大妈呢随手翻看，哎，小伙子，这能拿吗？这个？我说嗨，我说您拿呗。说完我就后悔了。大妈从兜里蹬出一黑色垃圾袋，能拿是吧？我说大妈，你别给我包圆了呀！我赶紧拦，我说大妈，不是不让您拿，我说我们呢这个是给咨询的同志准备的，我说您要不咨询啊，您就别拿了。我都没想到啊，你看大妈爱占小便宜，但是逻辑性强。大妈说：“嘿，小伙子，看你说的，大妈不是刚跟你咨询能不能拿吗？”你别说我看不下去，大爷都看不下去了。大爷接完水回来都说老太太，说老太太你瞎拿人这干嘛呀？小纸条有什么用啊？我说大爷，你把我洗手液给我放下。我一会儿看着大爷大妈进完货走啊，我回头再看看我们这大厅，凄凉。那你说怎么办？你也不能报警是吧？我觉得真报警，大妈她可能会问警察说：“师傅，你这手铐你平时用吗？”谢谢大家，我连。Hello，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深圳三角洲喜剧的戴维，哈 ，Hello， 嗨。实不相瞒啊，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谢谢啊！我一直都很担心自己不是一个靠谱的爸爸。我现在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要哄她睡觉，然后为了让她尽快入睡呢，就所有灯要关掉，我也不能玩手机，我就在黑暗当中跟她2个人并排躺在床上。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谁会先睡着？所以一般都是我女儿帮我盖好被子，还亲一下我的额头，出去客厅倒一杯红酒，抱着我老婆啊，终于把她哄睡啦。然后她睡觉之前还要给她讲故事。那现在其实你给小孩子讲的也都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经典故事，但我现在回头去看，整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就比如说田螺姑娘这个故事，我小时候看，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单身汉的身上。那就是在看历史上最早的爽文，那个标题都应该是极品神仙老婆给我当保姆。但我现在看，我会把自己带入到田螺姑娘她爸的身上，整个故事一下子变得很恐怖了啊！今日说法，我得一边给我女儿讲，一边给她普法。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了，带回了家，宝宝，这是绑架啊！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藏起来，田螺姑娘回不了家，只能嫁给他，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而且那个壳是田螺姑娘她的婚前房产，是她爸妈2个老田螺辛辛苦苦一辈子给她攒了首付，现在被人给抢了。你以后一定要签好婚前协议哦。就现在看很多老故事都很有问题啊。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制造容貌焦虑，灰姑娘假装上流社会混圈子，想阶层跃迁，都不太对。但有的故事还是可以的，就据我自己观察呢，那个结局越悲惨的故事，他讲的道理就越正确。我现在最喜欢的故事是《海的女儿》。小美人鱼为了王子啊，放弃嗓音，放弃故乡大海，想跟王子在一起，但是王子娶了别人，他就变成泡沫消失掉了。多好的故事！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
我也不确定我这样算不算是个好爸爸。而且我好像没有办法对我女儿做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就还是要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她得识好歹。前段时间她过生日，我特意挑了个蛋糕给她，她一边吃一边嫌弃，怎么不是艾莎公主蛋糕？奶油也不好吃，然后把那个蛋糕扒烂了，只把里面芒果挑出来吃掉，搞得一片狼藉。就但凡她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我都会没关系，命给你。但现在她是不遗余力挑战我永远的极限，我真想一个芒果塞她嘴里了。我就心想，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啊？你知不知道你能活过这一年，完全是因为我啊，你妈、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6个人轮流给你喂饭、带你看病、给你吃药，你所做的就只有扒窗户、玩煤气炉、书柜攀岩、吃地上捡到的所有东西、坐车的时候拉车门和把手指插到插座里面。你有为自己活下去经过一丁点努力吗？你没有，你每天作死，你连吃饭这种最基本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都是我求着你做。你能长大1岁，全部功劳都是我们6个人的。你不配吃这个蛋糕，你应该看着我们6个人吃这个蛋糕。我自己在那里越想越生气，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把别人头摁到蛋糕里面去了。祝你生日快乐啊！快给我长大好吗？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动作很危险啊！家里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我的想象，好吗？啊，谢谢大家，我是戴维。大家好，我叫小海。我已经结婚8年了。之前有一阵儿我跟我老公是异地。其实我觉得异地婚特别好，真的。今天如果有没结婚的朋友，我跟你们说，结婚就要结异地婚。真的，下次我还结异地婚。真的，之前还总有人很担心我，跟我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不担心你会离婚吗？”我说：“离婚不就是为了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就你不用离婚，你就能享受到离婚的自由。”真的，姐妹们，一个人住真的太爽了。你再也不用每天回家看到一个人，他在家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根本不会直立行走。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人呢？不光是我觉得我老公他也过上了所有已婚男人最羡慕的生活，有婚姻没老婆。就你不用失去你1半的财产，就可以轻松的失去你的另一半。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再也没有一个人夏天睡觉不管多热，永远都不让他开空调，而且还会让他做一件人类永远做不到的事儿：你别热。再也没有一个人天天催他洗澡，一回家就跟他说：“哟，咱们家怎么这么臭啊？什么东西坏了？是你吗？”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他根本就不想离婚。就算是我跟他说我们离婚吧，他都会跟我说：“离婚证不就是一张纸吗？为什么非要看中那张纸？最重要的不是咱俩的感情吗？只要咱俩的感情足够淡，离不离婚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说这个婚姻是围城，对吧？外面人想进去，里面人想出来，我感觉我就是骑在墙上，就进可攻退可守。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已经离婚了，已经出了围城了。我说你出去干嘛？你上来呀！所以我现在真的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聚少离多。我说这不就是我维持婚姻的秘诀吗？还有人问我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不担心你老公会出轨吗？”我说我不担心，因为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我觉得安全感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长时间没见他，但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他有多丑。异地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人催你生孩子。之前我老公也总是催我生孩子，他跟我说：“你生个孩子吧，我真的很想当爸爸。”我说我也想当爸爸。因为我觉得当妈妈比当爸爸难多了。当妈妈往往就意味着牺牲，
你看，你要当一个好母亲，你要像那个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你要成为烛光里的妈妈。但你要当一个好父亲，你只需要买几个橘子。不过后来他也成长了，也想通了，跟我说：“你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我真的很感动。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他真的连橘子都懒得买呀。谢谢大家，我小海。哎，大家好，我是卡卡。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我的这个嘴巴呀，其实是有点往前凸的。你确实比正面明显很多。这个现象叫凸嘴。可能有人看不出来是吧？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出来，是我的小学同桌告诉我的。说我的嘴巴呀，从侧面看有点尖尖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要跟他说悄悄话的时候，他从来不让我凑他耳朵太近，说什么刺耳。这都还好啊，这都还好。我最好的朋友评价我，那才叫难听啊，因为最好的朋友就是这样，他总能找到一个跟你长得最接近的丑八怪，然后说你跟他一模一样。我当时问过我最好的朋友，我说我现在在你心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说卡卡，你知道吗？在日本，河里有一种妖怪。我说等一下，河里有一种妖怪，确定是形容我？他说没错，叫河童，嘴巴尖尖的，全身都是绿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没关系，跟你一模一样。朋友们，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河童，我也不知道日本的河童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我听到他用的计量单位是一只，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试图安慰我，但是你是那种好河童，你不是那种会害人的，你是那种会帮村民做事情、会帮村民干活的河童，你是劳动河童。现在跟我父母的话，我跟我妈联系比较多，跟我爸联系比较少啊。因为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爸妈离婚了嘛，然后我爸在我上大学期间呢，又去结了几次婚。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呀，我跟我爸的关系，其实更像小学同学。平时不怎么联系，一给我发消息就是我要结婚了。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感觉我爸特别松弛。还有次考试没有考及格，他拿着我的数学卷子跟我说：“你这个分数呀，可以直接退学了。”我说：“啊，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吗？”我爸说：“退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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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学。”我就很羡慕我爸这种他什么都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啊。他好像唯一有点在乎的就是我的事业了，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讲脱口秀嘛，我就骗他说我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上次我参加他婚礼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我说：“2500。”我爸有点生气，他说：“你在这单位干了5年，怎么还2500？5年呀，什么单位？你告诉我，5年是什么单位？”我说：“爸，5年是时间单位。”我刚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那个 HR， 然后被裁了。被裁员之后，我跟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裁员实在是太难受了。”我话还没说完，我妈就说：“儿子啊，帮公司裁员不是你的正常工作吗？有什么可难受的？你不要有压力，也别觉得裁人裁多了就有负罪感。你想想那些被裁的呀，肯定是在公司混吃等死的人。而且你要换个角度呀，换个角度，妈妈觉得啊，他们也不是被你裁掉了，他们呀，是被社会淘汰了。妈妈这么说的话，你心里好受了点吧？我是好受多了，妈妈。再见了，妈妈。”妈，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被裁的人如果是我呢，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大学也白上了，还不如听我爸的，早点退学？我妈说：“你别听你爸瞎说啊，妈妈觉得啊，你高中就可以退学了。”哎，我说妈妈，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吗？我妈说：“退学，退学。”待会儿看看，谢谢。哎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
我上面还有哥哥姐姐，但我们3个都不太喜欢回家，因为跟父母的观念相差很大，住在一块儿就总是会干预你的生活。每次只要过年待在家里，我哥就会每天被我爸催着结婚，而我就会每天被我妈催着起床。2个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你有感觉现在年轻人回老家就2件事：起床、结婚。在我们老家那种传统观念非常根深蒂固的地方，父母对孩子结婚真的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们那儿催婚催得真的特别的早，早的18、19岁就要开始相亲。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们那儿农村都是这样，就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要必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子，共度余生。所以我从小就明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高考是唯一的出路。我们那儿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没上学的结婚的都很早，大学生单身的都很多。高考就是我决定我们婚姻状况的分水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什么是独木？光棍。但考上大学也逃不过去。去年我也开始被催了，我说我现在恋爱还没谈呢，我爸说我教你。我说你很难相信，一个上个世纪通过相亲组成家庭的中年人，来指导我一个年轻人怎么在微信上跟别人聊骚。要知道微信怎么用还是我教他的，翅膀有点硬了吧？对，太没有说服力了。他当时都没有恋爱过，现在却来教我，这种诡异的师徒关系，我平生只在大学里见过。就是那种一毕业就留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对，我当然我也试过劝过他们别催了，但是没有用，因为有些父母的思想啊，你也不能说是落后吧，那简直就是原始。我真的在他们眼里，我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求偶，马不停蹄的求偶。我当们年轻人还每天 emo 啊，躺在那儿对未来感到迷茫啊，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妈站在旁边，起床结婚。当们年轻人还每天待在象牙塔里探讨哲学，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是个光棍，你从床上起来，到民政局去。直到后来又劝他们，才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这么逼迫孩子结婚，是因为在他们大人的世界里，如果孩子年龄大了不结婚，他们会觉得自己很丢人。只有我结了婚，他们才觉得自己有面子，甚至我结了再离都可以，给他们刷一个成就。真的好像我结婚对他们来说就像成就一样。小时候会炫耀孩子上学，成年了就开始炫耀孩子结婚。等再有亲戚来家里做客，我妈可能又开始洋洋得意。我们这孩子啊，特别优秀，那可是我们村第一个结婚的大学生。这孩子从小就想结婚，也不玩游戏。也不看快书，这每天啊一起床就开始结婚，没人逼他，你说说。哎，可惜呀，今年没发挥好，离了。明年啊，准备再重新结一次。孩子要强，没结上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结婚还是很有难度的啊，要先起床的。我人生还长，我想再睡会儿。好，今天让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叫翟亚宁，谢谢。那讲讲我这个第2份工作，我前一段在工地嘛，后来为了讲脱口秀，就在杭州这个城市发展了。杭州这是果然名不虚传，特别累，特别卷。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杭州加班的记录啊，就是连续加班加2礼拜到下班凌晨4点，就什么感觉呢？朋友们，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就那个科比说的，你见过凌晨4点的太阳吗？我看2礼拜了呢，凌晨4点根本就没有太阳呢，就只能打车回家。很多时候就是碰上有特别热情爱聊天的司机，一上车跟你聊天的小伙儿，你这是跟哪个酒吧玩这么晚呢？是那个叫海伦似的吗？是，我说是那个叫奥菲似的啊。我跟你说，本来吧不用经常那么晚，晚的原因就是因为领导经常找咱们开会呢。
咱本来6点下班就能走，经常5点55领导过来拍咱们肩膀，说咱呀，就关于那个项目，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idea 啊。我希望一会儿下班啊，咱俩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就是 discuss 一下，一 discuss 就 gas 3小时，真的特别痛苦。每次跟领导 discuss 的时候，我都 diss 他，因为再不 diss 他，我就要被 gas 了。而且你发现没，很多时候领导特别虚伪，就加完班之后就把手搭你肩膀就鼓励你说：“咱辛苦了，辛苦了。”我说：“辛苦了。”那没有你能辛苦吗？我感觉这事儿就不合理啊！你说咱们打工的人明明拿着固定的钱，随时随地被领导要求多加班干活，我感觉不对呀。咱应该有权利随时随地让他多给咱来点钱呢，是不是？我前面找我领导说，领导啊，一会儿下班给我打2000块钱来，来着急用来。万一他真给我打了呢？我发誓我也把手搭他肩膀鼓励他。哎，妈破费了，破费了。所以朋友们，我这个人平时上班就挺戾气重，我就爱跟那种摸鱼摸的好的同事跟一起玩，谁摸鱼摸的好跟谁乖就好。我有那同事摸鱼很厉害，现在都已经摸成表演艺术家了。就他们在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盯着自己工位的电脑屏幕，我永远都猜不到他到底是在认真工作还是在算外卖满减着呢。就我旁边那哥们儿现在已经锻炼到什么程度了，他都能做到就是一边皱眉头一边看1年1度喜剧大赛了都能。真的，那看见好笑的地方，现在都学会叹气了，都特别厉害，就表情跟心情各玩各的。完了就提到这工作，就忍不住想给各位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 APP 软件啊，就那个钉钉啊，咱都用啊，那真是个伟大的软件啊。你们用过钉钉那个表情包没有？那个赞。特别帅，试一试。咱正常微信其他聊天软件给人发点赞的表情，就啪一个大拇指就定着了。钉钉的赞你观察过没有？那个大拇指一直摇啊！真的，这是我见过全世界最 Q 弹的赞啊！我感觉这功能有点意思。朋友们，你想如果一个大拇指啪就定着了，就表示赞同、表示认可、表示棒，对吧？但如果要是说，你可真行啊你！那是不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啊？而且他那里头还有一个专门为钉钉赞设计的按钮，那个按钮一点下去，那个大拇指居然还能进化，变成一个大拇指，特别大。我工位电脑屏幕29寸的，第一次点开都没忍住，跟我大拇指亲自都比了一下，一边大。我摸鱼都拿当动画片看来的这。而且钉钉朋友们最厉害的是，我见过全网唯一一个软件就能给赞还点赞的，真的。真的，你试试，鼠标放大拇指下边，底下居然能塞一个小大拇指的。我就经常能看着那种特别帅的画面，就我领导发了个大拇指搁这摇啊，完了底下跟着6个小大拇指跟一起摇着。你要说设计功能的产品经理没当过舔狗，我都不相信了。特别帅啊！朋友们，我每一次讲到钉钉这部分，我都容易激动，咱们能感受到吧？说实话，钉钉这部分它这个笑点就不是那么十分稳定的，你站在台上就看得非常清楚，真的，你能看清每一双的眼睛。总有那么一些观众他没有步入社会，没参加过工作，那种学生观众朋友们，听钉钉眼睛里明显有那么一丝迷茫。别着急啊，学生朋友们啊，苍天饶过谁啊这玩意儿。等到你凌晨4点下班用钉钉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了啊！关于这个上班啊，我得给各位分享最后一点。我在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一种人，没有之一，就是那种领导的舔狗。我一直以为咱们打工人应该是一伙的，不是。我遇见过最狠一个同事，真的舔领导拿命在舔。我永远忘不了那同事，他姓何，完了就是脑子有病，要做开颅手术，真有病，真的。你要开颅嘛，他前一天晚上需要剃光头，他把头发全都剃了，对自己发张自拍，还配着文案说：“兄弟们，是生是死，明天见啊！”咱都鼓励他说：“兄弟，你肯定能好，早日康复，回来等你喝酒。”我永远忘不了何工手术当天，咱们8点半上班，8点25，何工在全公司大群里发了第一句话：“祝张总生日快乐。”
朋友们，开颅手术啊，那可是，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生日祝福啊，这很可能是他的遗言呐。这很可能是这哥们儿这辈子最后一次用手机发最后一句话，他选择祝张总生日快乐。张总当时看完都不敢不快乐了，张总当时看完马上发个大拇指就开始摇。特别感谢何工啊，让张总度了人生中目前最难忘的生日。当然，就手术进行的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何工现在已经出院了，人恢复的非常好。出院以后没过几个月他就升职了，从何工就被提拔成那个何组长了，张总亲自提拔的。所以我现在每次再见到何组长，我都忍不住盯着脑那条手术疤痕多看2眼。那哥们儿开颅从脑门开着开到后脖颈，朋友们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长的事业线的，太帅了。讲到这儿，谢谢。好啊，大家好啊，我叫刘振东，我是一个大专生。在法律上呢，我们大专生也可以管自己叫做大学生，大家知道吗？法律允许我们管自己叫大学生，法律允许，但是你出去不能乱说。你说啊，我在念大学，有些人他不懂，他会恶心你，你知道吧？啊，大专也上大学啊，这不要脸的，硬凑。法律也不管他们，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出去一说自己在念大学，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啊，你是本科生。有一次我就是一上车，那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聊天，他小伙子，我看你这样好像是念大学呢啊。我说对，说完我就后悔了啊。大哥就开始了，大学好啊，真羡慕你是吧？这毕业之前还能先玩他个4年。我说也不一定是先玩4年啊，学医的吧？那得考研，小伙子，现在是竞争激烈，你不知道，现在这外边这本科生啊，都一抓一大把呀，小伙子。我说我好想被抓到呀，真的。全程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是大专生啊，不是因为我自卑，是我怕他替我自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过年的时候，我家亲戚拽着我聊天，说：“哎，振东考大学了啊？南方北方啊？一本二本呐？好不好就业呀？学校叫啥呀？哪个学校呀？你咋不说话呀？啊，你说话呗，哪个学校呀？啊？”我说大专啊，挺好的啊。连我学校名字都没问啊，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明明考不好的是我，但下不来台的却是对方。有时候我就想故意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个大专生，看看对方什么样的反应。啊，我认识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孩，是一个研究生。有一次我俩在那吃饭吃到一半，她举着杯子开始问我，她说：“啊，刘振东，你也是研究生毕业之后讲的脱口秀吗？”我说我是大专啊。其实我这个学历呀，已经低的超出了这个女孩的预期，但是这个女孩又想安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急之下举着杯子看着我憋了半天，她说：“哇哦。”我说我是高了本科录取线3分滑档去的大专，他说酷。我说你们北大的词汇量也不是很大嘛，还研究生呢，也研究不了我。然后我就跟这个女孩聊天啊，发现好学生就特别在乎自己的学校，对吧？你看北大给他们那个人工湖都取个名字，对吧？一个人工湖取名叫啥湖？大家知道吗？叫未名湖，对吧？一个人工湖取名叫未名湖啊，我们的未名湖。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人工湖，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学校的人工湖就叫人工湖，没有人在乎。而且我觉得学习越好的学生吧，就越能替我们去流水线上干活，你知道吗？我发现学习越好越适合去流水线，对吧？首先比我们专注啊，早睡早起，对吧？他们去流水线拧螺丝不会出差错的，真的。啊，所以我最近呢准备创业了啊！如果咱们在座有那种学历比我高的啊，希望大家给我发 offer， 好不好？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家好，我是刘洋。刚才小龙也说了，其实上一场没来的观众不知道，我上一场是全场第2。那我为什么会坐到那边？因为富航直接把我炸到那边。但是说实话，各位，输给富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有输给任何人。我最近在减肥，健身在减肥，主要是希望脸稍微再显得小一点。
希望脸能更小一点。然后我其实，在小红书上搜了很多东西，然后很多人会说网上有很多假的东西，你不能全信的。我只信那些劝我做我想做的事儿的帖子，所以我在小红书上搜了，我搜到一个让脸变小的绝技，分享给各位一套理论，很有科学依据。如何让脸变小？把肩练大，太有道理了，各位。各位，如果刚才我上场，我肩宽2.5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注意我的脸。大家问的唯一一句跟我脸有关的就是他脸呢？只有范志毅老师会说：“哦呦，这么宽的肩膀，脸都不要了。”我当然还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我搜索了一系列的东西，我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从那天到现在我搜索的全过程，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我先搜如何把肩练大，练肩的5个最佳动作，练肩如何上超大重量，肩膀受伤如何康复，阴天下雨肩膀就疼正常吗？如何让肩膀看起来很大，如何 P 图，如何战胜焦虑，如何出家，出家人如何练肩。后来还是决定去健身房，要去健身房。去健身房也很焦虑，因为健身房有太多肌肉狂魔了。各位，你们见过肌肉狂魔吗？就这些人特别好认，他们站，他们不能这么站，他们只能这么站，因为这儿肌肉太多，放不下来。你要攻击他特别简单，你这儿捅一刀就行，他够都够不着。说，等着，左手也够不着，因为胸肌也很大。一个死角在这儿。去这种健身房压力特别大，因为第一开始网上说跟着肌肉狂魔错不了，我的经验是跟着肌肉狂魔练不了，这些人太可怕了。就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肌，我那个重量练的是这块皮肤，练这块皮肤，我希望这块皮肤更加的紧致。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皮的时候，旁边有个肌肉狂魔在那边深蹲，各位你知道他深蹲多大重量？他深蹲170公斤，170公斤什么概念？各位，我70公斤，他可以举起2个我还要抱一个30公斤的哑铃，而我抱不动30公斤哑铃。我给大哥当片，我自己还得先练练。然后那大哥在那边在那儿蹲，我在他的旁边，拿这个2.5公斤的哑铃。瑟瑟发抖，我都不敢呼吸，我怕抢了大哥的氧气，我生怕大哥有口气儿没吸着骂我。大哥倒着，有口气儿没吸着，是不是你给吸了？把你也放上来，然后继续。特别头疼，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练的时候也很头疼。有一次我在那练我的胸大皮肤的时候。我练的时候，有的肌肉狂魔要过来跟你一起练，他离老远我就知道他过来了，因为他离我还有1米，胸已经到我脸上了。我说大哥往后稍一稍，大哥，大哥过来，哥们儿。这句话是他通过胸部骨传导给我的，他说哥们儿。一起练呀。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很难拒绝他，你能明白吗？我说你边儿去，大哥能用他的钩夹碎我，以钩服人。我就只能让他练，跟他练根本就没法练。大哥用那个重量，我这辈子都用不了。大哥在那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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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旁边扇风扇得快感冒了。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健身房。大哥练得很开心，嘎吱嘎吱嘎吱。棒往那个放上，哥们儿，我去喝口水。你练吧，我练个屁呀！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拆大哥的片儿。杠铃还不能只拆一边，我拆完这边跑到这边拆，拆着拆着再拆这边，拆着拆着大哥回来了，我再开始往这装着呢。装完大哥回来无缝衔接，继续练，感觉我是大哥养的一个奴隶，专门负责给大哥的杠铃片散热。大哥一走，现在都热坏了吧？这个大哥有的时候一回来，发现一个杠铃片没少，也跟我聊2句，说哟，
哥们儿，可以呀，你也用这个重量。我说怎么说呢？我多少是用到了这个重量，但是咱俩练方式不太一样，我拿这练往返跑。有的时候我自己突然就顿悟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卸大哥的片儿，我应该卸下自己的焦虑，好吧，我应该卸下自己的尊严。我现在去健身房，我一个肌肉狂魔都不看，我直奔小重量杠铃片区。哎，各位真的，在一个充满肌肉狂魔的健身房，小重量杠铃片区，蓝海，那些小重量杠铃片每天在那儿，没有任何人理他。我一去，他们就过年了，最懂他们的人来了。我一过去，那就全过来了，什么2.5公斤的呀，1.25公斤的呀，粉色的小哑铃，绿色的小沙锤啊，全跑过来，你来啦！我说来，举高高，哎，骑大马，一个个来啊，俩就5公斤了，举不动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大家。